第51章：道生之，德处之，物行之，事成之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处之，长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养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解释：道生长万物，德养育万物，种类区分万物，环境形成万物，因而万物没有不尊重道而珍贵德的。道所以被尊重，德所以被珍贵，就在于它不加干涉而顺应自然。所以道生长万物，德养育万物，使万物得到生长和发育，使万物得到安定和保护，使万物得到养育和繁殖，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帮助了万物而不自以为有功，当万物之长不自以是主宰，这就是最深远的德。第52章：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父守其母，莫身不殆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。开其兑，济其事，终身不救。见小曰明，守柔曰强。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无以身殃，是为习常。解释：天下事物都有个开头儿，要把这个开头儿当作天下事物的根本。已经得知了万物的根本，就能认识万物。既然认识了万物，还必须坚守着万物的根本，就一辈子没危险。塞住窟窿，关闭门户，终身不生疾病；敞开窟窿，记了他们的事，终身不可救治。观察细微叫做明，保持柔弱叫做强。用它的光亮反照内在的明，不给自身带来灾殃，这就是熟习常道。第53章：使我介然有之，行于大道，为师是谓。大道甚夷，而人好径。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。夫文采，戴利剑，宴饮食，财货有余，是为道夸。非道也哉。解释：假如我有点知识，我就在大道上行走，怕的是走邪路。大路很平坦，而人却喜欢走捷径。朝政很腐败，农田很荒芜，仓库很空虚，而穿着锦绣衣服，带着锋利宝剑，吃厌了精美饮食，占有过多的财富，这就叫做强盗头子，多么不合乎道呀！第54章：善见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。子孙以祭祀不辍。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；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解释：善见的不可拔除，善报的不会脱落。子孙遵照这个道理祭祀永不断绝，用这个道理修身，他的德就会纯真；用这个道理治家，他的德就会有余；用这个道理治乡，这乡的德就会久远；用这个道理治国，这个国的德就会丰厚；用这个道理治天下，天下的德就会普及。所以，从个人去认识个人，从家去认识家，从乡去认识乡，从国去认识国，从天下去认识天下。我怎么会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？就是用这种方法。第55章：含德之后，比喻赤子。毒虫不噬，猛兽不惧，绝鸟不搏。
骨若金柔而握固，谓之牝母之合而方旷作，精之至也。终日耗而不拔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长，知长曰明，一生曰祥，心使气曰强。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解释：含德深厚的人，好比是个婴儿，毒虫不蛰他，猛兽不伤他，恶鸟不抓他，筋骨柔弱而小拳头的很牢固，不知道男女交合是咋回事，而小生殖器常常勃起，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。整天好题而喉咙却不沙哑，这是纯和之极的表现。认识纯和的道理叫做长，认识到长的叫做明。贪求生活享受叫做灾殃，欲望支配精气叫做逞强。事物过分壮大就会衰老，可说是离开了道，离开了道就要早亡。第56章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故为天下贵。解释：真懂得的不随便乱说，随便乱说的不是真懂得。塞住穴洞，关闭门户，错去锋芒，解脱纠纷，含光耀，混同构成，这就叫做玄同。所以不可能对他亲近，不可能对他疏远，不可能使他得利，不可能使他受害，不可能使他尊贵，不可能使他下，所以被天下所重视。第57章，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，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，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。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其物滋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故圣人云：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解释：用正大光明的方法治国，用奇绝诡异的方法用兵，以不扰民来掌握天下。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？就是因为天下的禁令越多，人民就越贫困；民间的武器越多，国家就越混乱；人们的技术越巧，奇怪物品越多；法令越分明，盗贼就越多。所以圣人说：我无所作为，人民自然顺化；我好静，人民自然端正；我不加干扰，人民自然富裕；我没有贪欲，人民自然淳朴。第58章，其政闷闷，其民纯纯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是以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贵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孰知其极？其无正也。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解释：政治宽松，人民就淳朴；政治苛刻，人民就狡诈。灾害啊，幸福就在他身边；幸福啊，灾害就藏在里边。谁知他最后会怎么样？他没有定论。正常的可能变为反常，善良可能变为妖孽。人们的迷惑由来已经很久了。因此圣人虽是方正的，但不是切割的；虽是锋利的，但不伤人；虽是坦直的，但不放肆；虽是光亮的，倒不刺眼。第59章，治人是天，莫若色。夫为色，是谓早服。早服谓之重积德，重积德则无不克，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，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。
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，是谓深根固底，长生久视之道。解释：治理人，是奉天都不如吝啬为好，由于吝啬，可说成是早做准备；早做准备，可说成是重积德；重积德就无往而不胜。无往而不胜这种力量是无法估计的，这种无法估计的力量可以管理国家。有了治国的根本，治理方可以长久，这就叫做根扎的深，地生的牢，这是延长生命的道理。第60章，治大国，若烹小鲜，以道利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得交归焉。解释：治理大国好像煎小鱼或者做小菜，用道来治理天下，鬼也不起作用。不是鬼不起作用，就是它起作用也不能伤人。不是它起作用也不能伤人，圣人也不伤人。这样双方互不伤害，所以能彼此无事。